普通中国人该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和关系？今天聊一聊为什么不能让这种仇恨持续下去，以及背后的真相。很多人的仇恨源于一个想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没有被清算。但实际上，战后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包括发动战争的头目。同时在南京、马尼拉等地也进行了其他法庭的审判，数千名战犯被判刑，近千人被判处死刑。从法律层面，发起战争的核心人物和罪行已经被清算过了。难道我们要当代所有的日本人去承担他们父辈的罪责吗？有人说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认罪和赔偿，所以不该忘记仇恨。但事实是，自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天皇和首相曾多次为侵华战争道歉，3位首相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道歉，甚至有人下跪。至于赔偿，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是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的权利。为什么？是为了换取日本在国际上承认新中国的政权，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政权被认可的渴望远大于为国民争取经济实惠的利益。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政府索赔权，但保留了国民赔偿权，这其实是留了个尾巴，让民间可以随时拿出来说事，保持一种被煽动起来的民意。我非常排斥仇恨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不是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而是让人像工具一样，需要仇恨的时候就播放战争最血腥的细节，强调对仇恨的记忆，需要友好合作的时候就立马笑脸相迎。这种无差别的仇恨针对的却是当下和平生活中的普通日本人，是一种愚昧。现在的日本人和发动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隔了近70年，他们没有理由替父辈背上思想包袱。我们应该理性地回顾历史，去查证真相，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